各位朋友，我看有粉丝给我发来了爆料，让我评论一下啊，就是中国有一个叫吃瓜盟主的一个网红，我记得我评论过他，我说这娘们儿路子可能走偏了啊，因为他走向了挑动民族对立，宣称什么自己是黄汉，咱不知道这词儿从哪儿来的。大家都记得吧？我在好多年前我就提出来了，我是建议中国政府呢，把这个民族这个概念呢淡化掉，身份证上呢以后呢就不要有什么民族的选项了啊，全都是中华民族嘛。现在呢，我看中央政府正朝着这个路子走，因为最近呢发布了很多的措施，包括和各大学的食堂里边都取消了所谓的清真专用食堂之类的，因为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一个融合的民族啊，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种的这个民族，包括汉族啊，从五胡乱华更久远的时期开始，是吧？这个中华民族那就是一个混血的一个民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吃瓜盟主这个傻娘们啊，说实在的，我看他呀，也就是一个挑动中国那些这个比较极端的二极管的这么一个鸡血娘们而已。他就是靠贩卖这种对立的情绪，挑动极端的民族主义，来赚这个流量钱，来卖他的货。咱不知道他卖的是什么货啊，反正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其实他已经走向了类似于反贼的那条路。你比如说他呢打着黄汉的旗号大肆的批判这个清朝。大家都知道因为清朝是满族建立的嘛，可是满族呢到现在呢也已经被同化了。你听说过回族、维吾尔族以前的时候还跟汉族有点对立情绪，你听说过满族跟汉族有对立情绪吗？没听说过吧？但是这个鸡血娘们儿她倒是挑起了这么一个风潮，你知道吗？咱不知道这鸡血娘们儿咋想的这个不管是元朝还是清朝这些少数民族的朝代，都是中华的正史，明白吗？他们都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的组成一部分，他们最后都融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这个文化里边我不知道这个吃瓜盟主这个娘们儿现在她是意欲何为呢？问题是台湾和新疆中国的广大的领土，那是在清朝的时期把这个版图定下来的呀，对吧？你如果否定了清朝的历史的话，那就否定了台湾、新疆甚至是蒙古这段历史了吗？就不知道这个娘们儿简直是脑子里不知道那是不是年纪到了，然后绝了的那些精血都回流到脑子里边去了。那个叫大龄青年老刘的不要说我跟国家作对，你在侮辱共和国，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喜欢我，你可以划走，你不喜欢我可以划走，不要说我跟国家作对，更不要打着关心我、爱护我的旗号说我跟国家作对，这件事情子虚乌有，从来没存在过。不要觉得有一些违背了理想的人去操作了一些恶劣的事情，而我批判了这种事情，你就说我与国家作对。国家不是被这些违背了理想、违背了信念的人所操控的，国家是有真正坚贞的、不忘初心的主张的。什么是不忘初心？我们的立国之本是什么？是不是反帝反侵略？什么时候跟你说这种集权专制、黑暗腐朽的帝制王朝不可以批判？有没有共和国的精神？批一个黑暗又腐朽的时代，你说我不与国家合作，然后你说你应该跟国家合作，那我跟国家合作的意思是要赞美这个腐朽、黑暗、没落的黑暗时代吗？那才叫做违背了革命的精神。不要假装关心我，然后给我扣上一顶帽子，说我反对国家的政策。国家的根本方针就是反帝反侵略，如果没有这个，共和国的立国之基到底是什么？是不是遵照了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你以为你说两句软话我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吗？把一顶老高的帽子戴给我我还胖骨了嘞。我就是反清，
怎么了？我反清，你要不要逮捕我？来呀！来，欢迎来到直播间，别动不动冲上来就说，哎呀，你要跟那个啥啊，要妥协，要跟国家合作，国家怎么了？国家不反清，你大点声，你到外头去说去。哎，谢谢哎呦喂看啊，谢谢困之免刑。别跑我这里来说，你想说共和国老爱卿了，你跑外边去说，大声说，拿你自己的名字说，举着身份证说，别跟我说。这些人偷偷摸摸的跑到这个地方来跟我扯这个犊子，我信你个腿儿哦。什么？我不点评其他的任何的 UP， 但是我会把我自己的观点明确的放出来，然后剩下的事儿你们自己看啊，不用跟我说我怎么点评别人，我凭什么点评别人呢？我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吗？我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吗？我不知道。那个叫马未宇的啊，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姐姐说再多，清朝也是我们推翻的。我们是谁？第二个，那个啥的时候说这种阴阳怪气的话的时候，不要叫我姐姐。我们是谁？你敢不敢说我们是谁？推翻清的是谁？啊，那个我们到底是谁？真包括你吗？啊，就算姐姐再批判清朝，清朝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啥时候说它不是了？我一直都说清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是最倒霉的那个部分，是摔阴沟的时候的那个阴沟，是最可耻的一部分，最黑暗的那一部分，喝凉水塞牙缝那个凉水啊，谁说它不是了？烂的部分不是吗？谢谢郭清雾啊。通达又有信念，开心又有希望，也不用自我阉割了。爱你哦。说的祖先在满清过得多好，多拥护一样，一点都看不懂。我也理解不了这些人，知道吧？完全理解不了。有清的200多年，就是中国人革命斗争的200多年，没停过啊，每一年都没有停止过，时时刻刻都在革命，时时刻刻都在斗争。所以你到底是认为人民为主，还是认为统治者为主？自己心里头能够形成真正的逻辑闭环吗？我之前做过关于营学相关的视频啊，当然那里面的营学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中国这里呢也有很多不停的推赢了的人，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所谓的营学，我曾经说过一件事情，营学是人类想要让自己心理健康得到保证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盲目的自信啊！无论如何都认为自己很行，无论如何都认为自己很对，这是人类活着的一种重要的心理动因。为啥这样呢？我讲过这件事情，完全不介意重新再来一遍，那就是人类因为会思考，所以呢，特别容易出现困境，精神困境。他会去想一件事情，谢谢江左小猪，他会去思考一件事情，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要工作？我为什么这样累？我为什么？他会不断的向自己提问，而这些提问非常容易让一个人陷入到虚无之中、虚空之中，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奋斗，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生存。这是人类有了思想之后，它就会出现的一种客观的现象，是一种天然的思维困境。那么为了弥补这一种思维困境，所以人类的思维逻辑当中包含了一个项目，就是自我赞美、自我认同以及甩锅。坏的是别人造成的，好的是我自己的。这个东西是人类的天然思维秉性，它就是盲目的自信。所有的人类，包括原始社会当中的人类，都是有这种特征的。没有这种特征的，会淘汰于大自然的筛选，他活不下去啊。所以呢，这里就是人类的底层思维代码当中就是包含了营学的。因此为什么营学特别容易吸引到受众，就是因为它符合人们的根本性的需求。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营，那么这个人就会失去信念感。但是注意了，同样是营学，
它有虚无的营学，也有务实的营学，有唯物的营学，还有瞎编乱造的营学，这依然是有分歧的。然后现在互联网上非常兴盛的一些营学家们，就是无论如何都赢了，无论如何都对了，无论如何都注定要伟大的什么的这些人啊，就是说的都是好的，做的都是对的这些人，一旦有人指出他的错漏，他就会发疯的这些人，这种营学是什么呢？这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为赢而赢的人。而且呢，他为了保证自己确实可以赢，他每一次都会选择站在强者的那一边。你们可以去总结这个规律，可以去观察他的行为，他们每一次都会选择站在强者的那一边。谁看上去声量大，谁看上去赢面大，他就站在哪一边，然后说赢麻了，赢定了。那么唯物主义的营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唯物的营学是见贤思齐，这是一个部分啊，看见好的我要向他学习，努力的追逐上进。然后呢，以史为鉴，看见经验和教训的时候要知道我不能这样做，不这样做我才会转向赢。所以这种唯物的营学，他同一时间也要承认自己哪个地方做错了。对错误的反思本身就是一种赢，有反思的能力，有纠错的能力，它是一种强大的胜利。要能够理解这一切，你才能够真正进入到正向的这种营学系统当中去，而不是用赢了又赢了来欺骗自己。你要知道，骗一次可以，骗两次可以，次次骗能做得到吗？这一波的事情导致很多之前死忠粉很多的 UP 突然之间塌房了。当然他自己不会承认，他认为他永远都站在了对的一边。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你会发现，他实际上就是每一次都站在了强的那一边。他看见哪一边赢面更大，他就坚定的站在这一边。这是一个典型的赌徒心态啊，典型的赌徒心态啊。啥清不过是顺从儒家历史应运而生的。哎呦，这了不得的哟！他之所以那么拉胯，就是因为2000多年前的孔夫子不好，就是那个糟老头子，他居然教书，他居然有教无类，他居然让一些平凡的人也能够踏上管理岗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要不是孔老夫子当初教书育人，卿怎么可能会入关呢？你再哭呗，你哭唧唧，好歹念2本书吧。论语是说的是啥，你心里头一点数都没有是吧？哎呦我的天嘞耶，什么玩意儿就是儒家？什么时候关外渔猎的马帮竟然是儒家为本的了啊？他要是儒家为本的话，他能当马匪啊？我的亲，你见过哪个马匪是儒学家啊？马匪和儒学家是一伙人啊，就是因为他信了儒学，所以吃瓜盟主只是讨厌满清，只是批判满清，真的吗？来上新证据。我请问彝族怎么招惹你们了？彝族文字比甲骨文还要早，我怎么看？我不看啊，我不看，这玩意儿没法看。这咋看的呢？你知道他们去测过 DNA 的吗？测过 DNA 的啊，河山的那边的那个什么阿三的不可接触者同源，知道三哥家的不可接触者吧？对啊，我不能细看他们那个东西，不然的话我容易笑场。那个他们之前做基因溯源的时候是采了样的，他们和隔壁阿三家里面的不可接触者的人群是同源的啊，所以来历上面呢，目前的一个推测是在唐代的时候从那边带过来的仆从军，唐代从阿三那边带过来的仆从军。那有网友已经反驳他了，我们看人家怎么反驳的。
然后我又问了 DeepSeek 给出的答案跟这位朋友给出的差不太多，就是不同源，然后来自于咱们的西北和西南地区。关于历史，关于考古，欢迎真懂的博主参与进来。那么即便是抛开历史的部分，或者说这个科学的部分，咱不懂的人不说，最起码的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吃瓜盟主对于少数民族，对于彝族鄙夷和不屑，这个态度是不能否认的。而彝族跟满清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招你惹你了。所以说它是长期以来针对各个少数民族进行这种无差别的打击和鄙视我觉得这就是在破坏民族团结。也欢迎大家把更多的他这种直播切片发送给我，艾特我，让更多的博主知道，也方便更多的博主来批评他，好吗？所以还是那句话，1万人太少，最好给你顶到10万大家都去看，都去录屏，都去录这个直播切片，不怕你火，怕你不火。各位看完了这些资料之后，你们有什么感觉呀？反正是我个人感觉，这个鸡血娘们儿这个路子走偏了，走到头了无论他打着什么所谓的爱国的旗号，弘扬中华正统文化的旗号也好，实际上他其心可诛，他起到了一个挑动民族对立的这么一个客观的结果。也有很多中国正义的这些 UP 主，爱国的 UP 主也逐渐醒悟了，对这个娘们儿越来越有疑问了我记得前几天的时候，我曾经给这个娘们儿下过定论我说这娘们儿蹦跶不了几天了估计那号也快没了吧。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